Hello，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这个星期呢，我觉得一直有点困，而且人也懒懒的，不想做什么事情。一直到昨天，我才开始想这一期的视频我应该说什么内容呢？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春困吧。春困呢，我们也叫春困现象，说的就是说，春天到了，然后，气温也开始慢慢上升，人呢就会感到困倦，想睡觉，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称为春困。而且呢，就是我的舌头上长了一个溃疡，现在说话的时候有一点点疼，但是还好，不影响我说话。而且呢，我的口齿也比较清楚，所以不影响你们就是听的效果。昨天呢，我的姐姐在微信上面转了一篇文章给我。更正一下，她不是我的姐姐，她是我的表姐，因为我是独生子女。这篇文章讲的呢，讲的就是现在在中国比较火的一个电影，名字叫《我的姐姐》。然后这部电影上映以后呢，在中国也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部影片说的是什么呢？影片里的姐姐名字叫安然。安然因为是女孩，所以从小不受到父母的待见。然后她的父母呢，一直想要一个男孩。那当时的中国实行的是独生子女的政策，就是二胎是不被允许的。那怎样可以生二胎呢？你必须要去开一个证明，就是证明你的第一个孩子他是有病的，或者是残疾。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允许这个家庭可以生第二胎。那他的父母为了想要一个弟弟呢，就谎称安然是残疾，然后得到了这个可以生二胎的证明，并且在安然读大学的时候呢，如愿以偿的生下了弟弟。那安然呢，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母的关爱，而这个弟弟呢，就是得到了父母非常非常多的关注和爱。安然呢，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就离开家，因为跟父母关系非常不好，所以他读大学就离开家，然后独立生活，并且他的大学的学费也是由他自己来承担的。突然有一天风云突变，他的父母呢，离世了。这个时候呢，就留下了非常年幼的弟弟。所有的亲戚都道德绑架安然，就是希望安然能够抚养他的弟弟，并且对安然说这是你的责任，你应该要抚养你的弟弟。但是我们刚才也知道，安然他从读大学开始他就离开家了，跟弟弟的面呢，就是没有见过弟弟几次面。完全姐弟两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而且安然他有一个梦想，他希望到北京去读研。那如果安然承担起抚养弟弟这样一个义务的话，就等于说他要和他自己的梦想说再见了。这部电影上映以后呢，在网上也引起了非常激烈的讨论。那有些人说，安然不应该去抚养他的弟弟，他应该坚持自己的梦想，活出自己的人生。或者说现在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已经是一个新的时代了。那安然应该去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而不应该被道德绑架。我想说一下什么是道德绑架呢？道德绑架就是这个社会或者是你周围的人用道德的标准来要求你做什么事情，或者要求你放弃什么事情。这个我们称为是道德绑架。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呢会觉得你和弟弟是有血缘关系的，你应该要抚养你的弟弟，抚养你的弟弟是你的责任，是你的义务。
其实，在电影里面还有一个故事，说的呢是安然的姑姑，然后安然的姑姑其实就是另一个安然，因为他的姑姑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也是因为要照顾他的弟弟、照顾父母而放弃了在俄国留学的机会。那等于说是这个安然的姑姑一个人就是承担了家庭的责任，然后特别是当安然的姑姑自己结婚、自己有了小孩以后，她的负担就变得非常的重，她要照顾自己的家庭，还要照顾她的弟弟或者她父母亲这个家庭，所以说姑妈这个角色就是在电影里面其实也是活得非常累的一个角色。这样就有一个问题，那到底是应该要追寻自己的梦想，然后放弃抚养弟弟，放弃这个家庭的责任呢，还是说应该要负起这个家庭的责任？那安然对于安然来说，他的弟弟到底是不是他的责任呢？这其实都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听说这部电影呢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那在现实当中，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这个姐姐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现实中的故事跟电影里面也差不多，就是这个家庭想要一个男孩，然后呢，在这个姐姐读大学的时候呢，父母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一个弟弟，但是呢，当时这个姐姐是极力反对父母要二胎的，就是极力反对要父母再生一个弟弟的，以至于呢跟他的父母关系闹得非常的僵，最后呢几乎到了决裂的地步。后来父母也是因为一场意外，所以去世了。那留下这个年幼的弟弟，这个姐姐怎么做呢？这个姐姐是把这个弟弟送给了农村的一个家庭，并且签了协议说永远不会再相见。那网上有很多网友，他们知道了这个故事以后呢，就骂这个姐姐，说她非常的狠心。但是对于我来讲，我们不知道就是这个故事的全部，我们只是知道一个故事的大概。我个人是觉得你没有经历过别人的经历呢，你也没有权利去评判他人的是非。只是中国的社会呢，一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会觉得，就是为家庭付出，为家庭牺牲，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孔子有一句话叫“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那其中前半句很好理解，就是父母在，不远游。如果父母在世，就不要出远门。然后第二句呢，网上有两种解释，游必有方。一种解释就是说，如果你要出远门，你也必须告诉父母，你是去哪里，以免他们担心。然后第二种解释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出远门，那你必须有好的理由，就是你为什么出门，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理由。就我个人而言呢，我比较能够接受第二种说法，就是说，父母在世，不要出远门。如果你一定要出远门，那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理由。当然了，这种观念还是很东方的。一般在西方就是父母和孩子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然而在东方呢，这两个个体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分开的。就是作为孩子来讲，我们有陪伴父母，然后长大了有照顾父母，并且为父母养老送终的这样一个义务。如果你没有做到呢，就会受到社会上的谴责。
但是我个人还是很幸运的，就是当时我决定来加拿大读书，我的爸妈不是非常非常的赞成，但是他们也没有反对，他们一直跟我说，你也大了，只要你开心就好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也非常感谢我的父母，就是能够支持我，让我出来，就是看一下自己的世界，选择自己的生活。但是同时我也会在想，就是以后如果父母年纪大了，他们身体不好了，我会怎么样呢？我觉得我应该会回到中国，我会去照顾他们。这并不是说我被道德绑架了，因为我爱他们，我想照顾他们。我回到中国是因为我想要照顾他们，而不是因为我应该照顾他们。我觉得这两者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想问大家，就是如果你是电影当中的安然，你有一个比你小20岁的弟弟，你会怎么选择呢？你是会选择自己的梦想，然后放弃这个弟弟，还是说放弃梦想，来照顾这个弟弟？你们会怎么选择呢？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